游戏圈最近出了一桩自杀式公关事件，叠纸公司亲自下场教学什么叫把一手王炸打成全员崩溃。恋与深空直播本来想空降个老六男主给玩家惊喜，结果角色一亮相，惊喜直接变惊吓，评论区当场火葬场。接下来的8天里，叠纸的骚操作更是让人窒息，直接把风波升级成了品牌危机。最后那个砸了不少钱的老六角色还没上架就原地去世了。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可能就要问了，加个新角色而已，至于吗？如果只看表面，这是审美翻车引发的争议，但往下挖你会发现，这次事件之所以崩成这样，是因为叠纸这些年埋下的3颗雷，刚好被这个老六一口气全踩爆了。对了，叠纸这家公司怎么驯养玩家的？我之前专门出过一期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翻看。先给大家简单捋捋时间线。6月22日，叠纸直播官宣第6位男主，狼人设定叫敖影，而这角色样子一出，玩家更是直接瞳孔地震。这脸是拼好脸拼出来的吗？幻视隔壁王者荣耀的兰陵王和亚瑟的结合体，但长得丑啊，只是开胃菜。真正让玩家血压拉满的是，官方以前亲口说过暂无新增男主的计划，结果零预告零铺垫，直播当天直接天降老六。想象一下，你跟现任谈得好好的，有一天你爸妈突然领了个人回来，说以后你也得跟他谈恋爱。硬塞一个角色要求玩家强制爱，这本身就是对存量玩家的背刺。叠纸这一手直接把和玩家之间那点信任炸得连渣都不剩。而风波开始后，叠纸的应对策略更是渣男3连招：装死、沉默、不回应；掉粉50万，沉默；投诉4万单，还是沉默。沉默是吧？那你沉默吧，我走。他们当时可能在想，玩家骂几天就累了，只要不回应，舆论热度自然会消退。但就在他们躺平装死的时候，第2颗雷炸了。有玩家发现游戏剧情里反派的试药档案编号是 A-0731， 这个数字在国内意味着什么？懂的都懂。逆天的是，这个编号2个月前就有人在社区提过，官方当没看见，直到事情发酵了才回应说是虚构站位符。2个月呀，版本迭代了都好几轮了，审核的人是眼睛瞎吗？紧接着，敖影的宣传文案也翻车了。匹狼入室有什么不好？配翻窗闯入的画面，被玩家怒喷，把骚扰当甜宠。一个靠尊重女性起家的游戏，在核心表达上出现了这种偏差，这已经不是失误了，这是价值观的塌房。到这一步，事情的性质已经完全变了，从这角色好丑变成了叠纸你没事吧？游戏评分一路跌到 1.4， 叠纸终于憋不住了，发声明永久取消新角色，以后也不再加男主。但事情没完，他们紧接着又宣布取消原定的哔哩哔哩 World 线下展会，全额退票，理由是准备不足。你细品这操作，怎么看怎么像公司在怄气。既然你们逼我砍了老六，那你们也别想见你们的老公了。结果就是这群订好机票酒店准备去见老公的玩家们再次被官方亲手背刺了。而这第3颗雷是叠纸公司自己亲手养出来的。恋与深空5位男主背后是5方粉丝阵营，为了争资源争牌面，5家之间常年互撕，评论区如战场。这种内部斗争让玩家光顾着内部打架了，谁还有空盯着公司呢？但空降老六这事儿跟以前那些撕逼可不一样，这次是官方往所有人头上拉了坨大的。5家突然发现平时互相扔石头的人原来不是敌人，是友军。于是叠纸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一次促成5家联手的竟然是他自己。到这儿，玩家确实把老六逼下架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叠纸到底哪儿来的胆子，敢这么反复试探玩家的底线呢？叠纸之所以敢如此傲慢地在玩家的底线上反复横跳，底气来自以下3样东西。第一，技术护城河。恋与深空那套 3D 建模和动作捕捉系统，在国内乙女圈甚至全球可能都是独一档的存在，竞品短期内追不上，玩家找不到同级别的平替。这就像你谈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对象，可他 PUA 你，对你忽冷忽热，你朋友劝你分手，你却说可我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了。叠纸吃准的就是你这个心态，你可以发脾气，可以冷战，但你真的敢拉黑删除吗？你舍不得你的赛博老公们。
第二，玩家的沉没成本，主线剧情断更500多天，官方永远一句产能不足就给你糊弄过去了。500多天呢，隔壁都能从零搭个新游戏了，你跟我说产能不足？骗鬼呢！这哪是产能不足，这是做老角色性价比太低了，存量玩家的韭菜割得差不多了，边际收益在递减，但新角色是一张白纸，新卡池收割一波，变现效率高得多，还能吸引新玩家。所以把资源从现有的角色挪去压住新角色，从商业决策看是非常理性的。而叠纸赌的就是你投入了这么多时间、金钱和感情，你舍得删了我吗？赌场里输红眼的人为什么不肯下桌？因为一旦走了，输掉的钱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叠纸把玩家当成了赌桌上不肯走的冤大头。第三，社区分裂。叠纸比渣男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只是在 PUA 你一个人，5家粉丝长期互撕，这不是自然形成的，是运营为了维持社区的活跃度长期引导的结果。只要你们在争谁的卡面更好看，就没人注意到主线剧情既然已经断更1年半了。叠纸心里可能在想，吵吧，越吵越有流量，你们撕得越凶，我赚得越稳。我要的是钱 ，OK？ 但叠纸忘了，一旦有一天那个一直被怠慢的人突然清醒了，或者外面出现了一个真正对他好的人，这套逻辑就会瞬间崩塌。而熬瘾这件事情就是玩家集体清醒的时刻，当他们发现无论是粉1还是粉5，在叠纸眼里都只是同一个数据包的时候，那道技术护城河就没那么深了，建模再精致，心暖不回来也是白搭。以上这3招让叠纸在行业里顺风顺水，也让他变得越来越傲慢。我顺极了，哥哥。但这次炸雷翻车，只能说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国内这波还没收场，叠纸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全球玩家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在国内，舆论是连续剧，从空降违约到文案翻车，再到0731的曝光，愤怒是一步步叠起来的。老六被砍是必然结局。但如果翻海外社交平台，国际服玩家看到的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一个还没正式登场的帅郎突然就没了。现在网上 Bring Valko Back 的请愿已经收集了超过9万个签名。洛杉矶 Anime Expo 现场，粉丝甚至搭了纪念神龛，摆满了手办和留言卡。一个还没正式亮相的角色，在海外已经有了遗孀团。叠纸想一碗水端平，但当两端市场的底层逻辑完全不同时，端水的下场就是两头都洒。国内骂他不尊重玩家，海外玩家骂他不懂审美。现在老六下架了，风波暂时平息，但回看整个事件，官方退让的每一步都不是因为正常反馈渠道起了作用。叠纸的傲慢冷处理让玩家最后把事态推到极限，用外部压力才换来回应。当温和的反馈被当成耳旁风，那以后的发生是不是只有变成极端的抗议才能被看见呢？这到底是一次消费者维权的样本，还是给未来开了一个谁闹得凶谁有理的头呢？再看叠纸自己，这家公司能走到今天，靠的是早期玩家真金白银堆出来的信任。但这一系列操作真是把玩家的真心扔在地上踩，自己埋下的雷终究炸伤了自己。国内玩家看似赢了，但赢的方式是靠把事情闹到极限。海外玩家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一个曾经期待的选择，而叠纸丢掉的是比100万粉丝更贵的东西——信任。本来乙女游戏玩家图的就是现实恋爱里那些糟心事儿，在这儿都不会发生。结果现在好了，赛博男友也能暴雷塌房，那你说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呢？